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国服的玩家直通车来了，不过很意外的，这一次玩家直通车居然有回答到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回答了什么。第一个反馈，希望联盟总动员活动觉醒消耗材料能够记录任务进度千锤百炼中。不过这个任务并不是每个联盟都看到的，只有那些等级比较高的联盟才可以拥有这个活动而已。所以其实我自己也是不知道，原来它没有计算在千锤百炼里面的。策划答复好嘞，建议收到这个问题，后续将会在80版本中进行优化。现在游戏的版本是78，就讲要等多2个版本之后才会更新。接着第二个反馈，这个反馈就比较有趣了，希望 KVK 中国王技能能够加入一些像埃及之战一样的技能，比如天度、神策、轨道来增加 KVK 的战略性。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是有想过的，但是如果真的出现在 KVK 里面，会不会不公平啊？会有一些弊端啊，或者是有问题之类的。还有冷却时间应该要怎么调整？比方说在埃及之战里面，我们那个冷却时间会比较短一点嘛，那到了 KVK 是否要调整1天的冷却时间，或者是限制一个赛季里面能够使用多少次？策划答复非常好的建议，我们会先内部讨论和研究一下如何把这些技能加入到 KVK 战场中。后续我们也将在新的 KVK 剧本中为执政官们提供更多的策略体验，敬请期待。哇，各位你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开了轨道之后要怎么打仗？你的部队不是全部都消失了吗？那是不是也可以在开了关卡之后，我们用轨道绕到敌方的后方去，可能偷袭、拆旗帜之类的？这样子讲起来又很好玩了咯。OK， 就比方说我们之后想要丢要塞在敌方的领土，想要断他们旗帜的话，又好像可以哦。直接开个轨道，然后把部队移送去后面建要塞。如果当要塞附近的部队要死了，我再开一个神策把部队传送过去，哇，这样子也是蛮好玩的。但是我认为每个地图都出现这样子的技能，又有一点好像怪怪的，又有点很难平衡啊。因为像现在有很多地图呢，都是有各自的特色，有自己的特点了。何不官方直接设计一个新的地图，然后把埃及之战里面的技能全部丢进去？我认为这个想法也是挺不错的，而且官方可能也比较省心一点，不用再去想地图要放什么新的技能上去，可以偷懒了。不过也确实他们需要一点时间去想一下，到底要怎样把这些技能放进去，有哪一些技能可以用在 KVK， 哪一些不可以？冷却时间会不会造成 KVK 的影响？然后有限制多少的部队？不过我个人还是蛮期待如果真的是加入在 KVK 里面，有更加多不同有趣的玩法。接下来第3个反馈，什么时候可以出一个工兵野战反击伤害厉害的统帅呀？步兵和骑兵目前都有野战反击伤害厉害的统帅，骑兵有阿提拉。等一下，阿提拉也是集结统帅来的啊。不过他野战也可以用这样子讲而已。步兵有哈拉尔绿头，但是工兵目前暂时只有集结提升反击伤害的，野战暂时没有。我是觉得啦，这些玩家呢，他们只会站在自己角度去想而已，你们知道吗？这样我要抱怨为什么骑兵没有原型 AOE， 只有驻防有原型 AOE 哈？回答我啊！为什么多数步兵的野战这么垃圾，工兵的野战这么好？回答我啊！真的是双重标准。策划答复建议收到，在后续野战工兵统帅的设计中，我们会进行参考，为执政官们提供更加丰富统帅战斗体验。不过我觉得与其是用来野战用，我个人感觉他是想要拿来做地鼠用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那确实现在的地鼠多数都是用刘彻、阿提拉，工兵放技能的速度确实是比较慢一点的。可以说现在目前工兵统帅都没有一个放技能是特别快的。不过像我之前所说，其实官方设计每个兵种呢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但是既然官方都已经答应了玩家说之后会参考这样就看之后会不会出一个反击伤害高的吧。第4个反馈，希望赛罗利活动，又是这个活动。我前不久才讲报，可以删除传奇难度沉默 buff， 因为存在该 buff 会对那些没有培养布迪卡、阿提拉的玩家造成影响，很难通关。不过我老实说，就算我没有布迪卡也没有用阿提拉的情况下，我还是可以打得过的。你们全部换成坦克，然后直接在那边站着撸就搞定了都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啦。策划答复感谢执政官反馈，但是随着传奇难度技能的丰富，目前暂时不考虑删除这个沉默 buff， 让执政官们根据技能选择合适的统帅进行挑战，也是策略性的一种体现。那虽然我一直以来都是不认可官方所讲的东西但是这一次呢，我是认可他所讲的。毕竟根据现在的情况来说呢，也不是说每一个玩家一定要有布迪卡或者是阿提拉才可以通关，而且官方有给我们自己选择难度，如果你真的打不过的话，可以换别的难度。
你想要打得轻松，又想要去拿奖励，这个当然是不允许的。想要获得更多的奖励，你就必须要付出多一点点。不过我还是要讲那句，赛罗利的危机其实难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只是你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队友跟你们一起打就可以了。希望能够选择开启或者关闭快捷组成位置显示。游戏中如果把视角切得比较远的话，地图上会展示快捷切回组成视角的按键。作战期间比较容易误触，坦白说我自己本人也是有按错过，尤其是现在不是有全选功能吗？有时候你点全选功能，刚好你那个组成位置的快捷键就在那个位置，它就赶死把你送回去然后就变成你看到你的部队还在外面，但是你打仗你已经回到你原本的画面去，你又要点多一次你的部队才可以切回战场，但是可能到那个时候你的部队已经冲入人海里面了啊，到时候就已经救不回了，已经要等死了。策划答复感谢反馈，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玩家喜欢把视角拉到比较远来进行战斗。没有，策划你到底有没有玩你自己的游戏了只要你的城市是离开了你这个画面之后，都会出现那个快捷键的，这个不是远不远的问题，没有理由你打仗每一次都是在你的城市旁边打的吗？哈，浮动按钮误触的问题我们正在考虑优化，请执政官们静候佳音。不管怎样他们是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啦，我也是希望之后可以改一改呀第6个反馈，希望兵种推出降级功能哈，比如 T5 兵降为 T4 兵哈。目前有部分王国需要降低战力只能3兵，所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降低部队兵力。原来是想要降低战力用，我还在想着这个玩家为什么提出这样子的意见。不过策划答复暂时不考虑推出兵种降级，但是他们目前也正在考虑增加更多场景和活动，让大家合理的去发挥自己多余兵力的价值。目前方案还在构思当中，有进一步的消息会同步给执政官们。怎样才算是让自己发挥多余兵力的价值？这个我有点想不懂啊。还是有哪些玩家可以理解官方所讲的东西？还是你们认为说他们之后会出什么活动可以让我们可以消耗到这些兵力？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OK， 第7个反馈也是最后一个反馈，希望在 VIP 商店推出苍狼套装的图纸碎片随机宝箱，另外希望可以推出多一些工程统帅。其实官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会出现多2个工程统帅。策划答复感谢执政官提出的建议，新的工程统帅已经在规划中，不久就会和大家见面。同时近期我们也会考虑在 VIP 商店增加苍狼套装的图纸碎片随机宝箱。不过工程统帅呢，与其是推出更多金色的，我觉得还是可以推出多几个紫色的让我们去尝试啦。推出多2个紫色的工程统帅应该也不过分吧，反正用紫色的雕像也不会消耗太多。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是不在乎这个问题啊大多数的玩家都不玩工程，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官方应该要出一些紫色让玩家去尝试之后，才会有更大的可能推广工程。但是他们就是不肯出紫色的工程统帅，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了。以上就是这一次的策划直通车，讲真的，我对于这一次策划直通车的评价是很高的，至少有很多问题他都是选择一些建设性比较高的，有一些意见比较有趣的，而不是一些废话或者是没有用的问题了。不过希望不是只有这一次而已啊，之后也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至于各位观众看了这一次的策划直通车之后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